10月养多肉，5种情况需要翻盆，简单3步，生根快重新变美。10月份很多地方已经彻底凉爽了起来，而南方也是正在变凉的路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多肉植物的翻盆工作就需要提上日程了。那么，到底哪些多肉植物应该翻盆？多肉植物应该怎样翻盆？翻盆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我的频道是分享家庭养护多肉、花卉以及蔬菜的。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兴趣爱好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一起学习，也可以为我们的兴趣爱好点赞哦。哪些多肉植物应该翻盆？1. 刚买回家的多肉植物建议翻盆。我们从线下的花市或者大棚买的多肉植物，大都是带着花盆的，有的可能是很简陋的育苗盆，有的则直接就是非常漂亮的多肉盆。不过，不管是哪种花盆，都建议在我们买到手之后给它们翻一次盆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肉在原来的地方到底经历过什么，有的时候即便是大棚也会大规模爆发病虫害，治好了之后难保不会在盆土中留下病菌虫卵什么的。所以刚刚买回家的带盆多肉植物建议翻盆换土，换下来的旧土可以经过曝晒或者烘炒消毒灭菌以后备用。2. 长势不好的多肉植物必须翻盆。有很多多肉植物在经过一个夏天的荼毒之后，到了秋天生长有明显停滞的情况，新叶迟迟不见发出，老叶却一个劲的快速消耗，浇了谁也一点用都没有，有的茎干还在疯狂长气根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说明多肉植物的根系大概率是出问题了，你即便是浇再多的水它都吸收不了，反而会出现茎干腐烂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给它翻盆修根，等到重新上盆并成功浮盆之后，肉就会重新恢复生长。3. 根系过旺的多肉植物需要翻盆。有的多肉植物一点都没有受到夏天的影响，一直都长得非常旺盛，到了秋天甚至有些根系已经从底部的排水孔钻了出来。这样的多肉植物此时是非常健康的，但是它的根系此时已经塞满了花盆，如果继续放任不管的话，根系再长下去就没有了生长的空间，致使肉的生长速度变慢，有的甚至出现烂根的情况。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需要未雨绸缪，提前翻盆把根系修好。如果肉的个头也长大了的话，顺便给它换个大1圈的花盆，好让多肉植物有更充足的空间继续生长。4. 盆土板结的多肉植物必须翻盆。有的多肉植物由于本身配土就不太好，加上浇水不合理，就很容易出现板结的情况。当盆土板结之后，首先多肉植物的根系难以再伸展，其次浇水也总是从盆土的缝隙中流走，很难浇透。所以遇到盆土板结的情况，我们也必须立即翻盆，换上疏松透气的盆土之后重新上盆，好让肉尽快恢复生长。5. 生过病虫的多肉植物必须翻盆。夏天是多肉植物病虫害的高发期，稍微娇贵一点的肉可能就被病虫害带走了，而侥幸活下来的肉，一些残存的病菌或虫卵很有可能就潜伏在盆土中或者附着在根系上，等到环境条件成熟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再卷土重来荼毒肉。所以除恶务尽，到了秋天的时候，必须再给它们翻盆洗根换土，把潜在的病虫害隐患除掉，好让多肉植物放心生长。怎样给多肉植物翻盆？有哪些注意事项？1. 干透脱盆，修根晾根。首先，在多肉植物翻盆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断水几天，让多肉的盆土彻底干燥。这样做不但可以使花盆、盆土和肉的根系能更好地分离开，而且断水还可以让肉的根系、茎干和叶片不像水分充足的时候那么脆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一些伤害。给多肉植物脱盆脱土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给多肉修根，把所有的坏根、死根、烂根以及杂乱的毛细根全部清理干净，只留下粗壮健康的主根，然后把多菌灵配合适量清水来给肉洗根，目的是洗掉潜在的病菌和虫卵。洗完根之后，把多肉植物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开始晾根，直到根系上的伤口干燥并且微微收缩为止。在晾根的时候，我们刚好可以把新的盆土配好。2.
合理配土。炒土干栽，多肉植物的盆土需要疏松透气，所以里面必须要添加一些颗粒来调节。基础的配土，我们可以用3份椰糠或者泥炭土，添加上7份珍珠岩或者火山石、赤玉土等颗粒来混合配置。当然，这个比例和成分只是一个不出错的答案。南方的肉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多加点颗粒，北方则可以略减一些。当然，可要根据多肉的状态来配土，比如小苗和老桩也稍有不同。总之，根据实际情况达到疏松透气的效果就行。如果实在懒得配，也可以直接网购配好的多肉植物专用土。配好盆土之后，等到肉刚洗上的伤口也晾干，我们就要准备重新上盆了。上盆之前还需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用喷壶装清水，把盆土调成雾状给盆土喷雾，边喷边翻，直到盆土握在手中能感到均匀的湿度，然后再上盆。这样的上盆方法叫炒土干栽，为的是上盆之后有足够的潮气来诱使肉更快发根。3. 别忙浇水，等待浮盆。炒土干栽的方法是用炒土上盆，上盆之后先不要急着浇水，因为此时浇水根系根本吸收不了，而且万一肉的一些伤口还没长好的话，还容易烂根。这个时候，盆土中的潮气完全足够来滋养肉的根系，我们只需把它放在通风且有散射光的地方，安静等待就好。等到2-3天过后，盆土中的潮气挥发的差不多了，肉的一些小伤口也估计长好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大水浇透一次。之后继续让肉在送风散光的地方等待浮盆生新根，等到什么时候它的斜心微微反绿或者发白，因为失水而变软的叶片重新变硬且向四周张开的时候，就表示它的新根已经生出，成功浮盆了。之后我们逐渐把它转移到光照充足的地方，慢慢恢复正常的水肥养护即可。要注意的是，多肉植物的浮盆时间有长有短，浮盆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耐心，不要动不动就拔出来看根，这样只能导致它浮盆变慢，甚至僵苗。以上就是多肉植物翻盆的详细方法和注意事项。如果你的肉也有上面说的5种情况，那么趁着10月份，赶紧给你的肉翻盆，简单3步即可让它快速生根，重新恢复生长，变胖变美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心得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